我在评论区里边看到一个87年的女人啊，吐槽她相亲的男人们。她说这2个月她相亲相了10几个人，但是她发现啊，现在的男人太抠了，没有什么格局。这10几个男人当中，只有1个正儿八经的带她吃了顿饭，其他的呢，要么就请她喝奶茶，要么就请她逛公园，要么就呢喝个咖啡，而且相亲完了之后，没有1个主动把她送回家的。这个时候呢，他就很感慨哈，以前的时候那些男人啊，格局就特别大，啊，跟他相亲呢，不但带他吃大餐，而且呢还给他带小礼物，啊，最后呢还会安安全全把他送回家的。然后下边有一个88年的女生就回复了啊，说我是88的啊，如果男人跟我相亲提出来啊喝奶茶或者逛公园，我直接就拒绝，我接受不了格局太小的男人，我愿意下半生自己一个人过。我想说啊，你们真的是被男人宠坏了呀。你看看你们20几岁的时候，人家又送礼物，又送你回家，还请你吃大餐，然后呢，你不是也一句不合适就黄了吗？而相亲这些所有的消费，你1分钱也不用承担，那你觉得对男人公平吗？再说了，以前男人请你吃饭了，也送你礼物了，还送你回家了，你不也没同意吗？你现在说这些不请你吃饭的男人格局太小了，那些格局大的你不一样也拒绝了吗？你说这个男人格局小啊，太抠门，是他们单身的原因，可是你也单着呢，那你是因为什么呢？那你如果格局大，为什么你不请男人吃一顿呢？有些现实的事情是很扎心的，在北上广深，为什么那么多的单身姑娘，她们自身都不错哈，但是就是找不到男朋友，很难维护一段长久的恋爱关系，她们自己也不想这样，但是呢又无能为力啊。28岁的茵茵哈，在北京的一家3甲医院工作，长相很甜美，身材气质都很佳，高知家庭的背景哈，按说呢，她这样的综合条件已经不错了。其实生活中追求她的人也不少，也不乏一些条件很优越的男士。但是她说哈，从工作到现在已经2、3年了，谈了很多段，都很短暂哈，没有一段是维持了半年以上的。她就很纳闷嘛，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其实主要是她们这些姑娘啊，不太了解哈，在1线城市里，她们这样的女孩最容易遇到3类男人。第一类呢，就是好大叔。好大叔呢是有钱啊，也愿意给你花钱，然后呢也很喜欢你，对你也很好。但是如果你想长期持有好大叔啊，就有点难了，因为好大叔的缺点就是花心啊，见多识广啊，你很难拿捏他的呀。因为啊，喜欢好大叔的女人也是大把大把的人啊，你很难成为他的唯一啊。那第2类呢，就是精致精英男。他们家境好，学历好，圈子也很好，房车都有，收入也很高。他们可能呢，就比较小资哈，生活呢很讲究品质，常常会带你去一些高档消费场所哈。他会很温柔啊，情商也很高，很懂女人心，说你爱听的，花钱也比较大方。那么你的恋爱体验啊是相当浪漫的。但是呢，他们却有个特点，就是哈，一起吃喝玩乐啊，他是可以花费的。但是呢，不太会愿意啊单独为你去花钱，特别是大笔的，比如说给你买个爱马仕包包啊香奈儿啥的啊，就不太可能了。你会体会到哈，他很算计的。你一旦离开了他，你就发现你其实啥也没有，除非你深得他心哈，可能会是个例外。但是这样的男人啊，他见过的女人也不少啊，他的选项也是非常非常多的啊，所以呢也很难搞。第3类呢，就是事业男。这一类人呢，以事业为中心，他的事业心很强，他的人生目标就是要成功。那么他们呢，相对来讲就非常现实。如果他是刚开始创业的人，那么他一定想找一个合伙人，要么你的家境不错，可以给到他财务上的支持，要么你的人脉很好，可以给到他渠道上的帮助，要么你就是自身能力很强啊，不然你最终一定还是被短择的关系。那种事业已成的，他很快就转化成第1种了啊，好大叔。所以你们觉得自己容不容易破圈呢？我想再次奉劝大家哈，谈恋爱啊，你一定要速战速决，特别是相亲认识的人。为什么呢？谈得越久越容易分手。如果2个人已经结婚了，真的不同，双方容易冷静下来嘛，大家再去解决问题。而没有结婚的人呢，一般都是从此错过。今天有个姑娘跟我说啊，她感觉跟男朋友快分手了哈，该怎么办都谈了5个多月了啊。我就问她，那你们推进到哪一步了呀？
她说自己属于比较慢热的女孩啊，如果没有什么感觉呢，就不想确定关系，也什么都不想做哈，先处着看呗。而且自己家里的教育呢，也是属于比较传统保守的，所以呢，谈恋爱她是从来不会主动的，并且呢，自己也是拒绝婚前性行为的。所以到现在他们的约会呢，只局限于在一起玩哈，看看电影，吃个饭，或者呢去运动运动，最多呢有个拥抱哈，连接吻啊，他都是比较抗拒的。那我就问他了哈，男生有没有带你见过他的好哥们儿、好兄弟，或者提出来见过家长啊？他说朋友倒是见过几个哈，见家长呢提是提过的，但是自己拒绝了。那时候觉得还没啥感觉啊，不太确定，所以就没去。就这样哈，5个月了还没确定关系。男生之前呢跟他表白过一次啊，他跟男生说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后来呢，男生就再没有提过这事儿了。但是当这个女孩自己已经开始逐渐接纳这个男生，也有些喜欢他了的时候，对方的态度却已经越来越冷淡了。那我就跟他说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可能真的是要分手了，除非你现在主动去找他，改变一下你的相处方式啊，或者呢是你跟他聊一聊，试一试，还可以自己跟他表白一下。结果他说啊，他根本就做不到这么直白和主动。我说那你如果还希望他跟以前那样啊，以你为中心啊，可能不太容易了，因为每个人的付出和耐心都是有限的。你内心是喜欢他的，但是呢，你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呢，都是在拒绝他。那么对方只会认定你是不喜欢他的，他会觉得自己已经尽力了，你仍然不喜欢他，那他为什么还要继续付出时间和精力呢？所以谈恋爱一定要速战速决哈，除非你不想结婚，否则呢，谈到3到6个月就可以推进结婚的事了。女生不要那么慢热了啊，非得等到有了感觉才行。男生呢是没有那么大的耐心的啊，我告诉你，但凡半年1年谈下来，你们2个的约会还停留在吃饭、看电影、聊天啊，双方家里人朋友都没有深入的接触过、了解过啊，也没有谈婚论嫁的事儿啊，也没有具体商量过什么细节，那你这个路子真的是走歪了啊！就这么谈下去啊，别说谈个半年1年的，就再给你2年3年的时间，都是在浪费时间。大家觉得是不是呢？你脑子进水了，你咋知道呢？我今天必须要说男生的问题哈，你们也别不高兴啊，在你们中间啊，真的有这种人。小王啊，35岁哈，企业的高管啊，事业啊小有成绩，优秀迷人哈，离婚了。他跟我吐槽自己的经历，说自己呢非常迷茫哈，年轻的时候呢也有很多的女性追求者，但是呢他偏偏就喜欢那些他自己追不到的女生，比如说样貌姣好，身材性感热辣啊，学历高，工作好。他说那个时候自己啊就跟个舔狗似的哈，天天跟着人家屁股后边跑，追得挺辛苦的啊，也没啥结果。后来他发现这些女生找的男朋友啊都是那些大老板、富二代，所以啊他才幡然醒悟哈，原来人家要找的是那种有钱人，自己那会儿啊也没啥钱啊，事业呢也刚起步，所以完全没有实力跟人家去 PK 啊。那个时候呢他就开始对女生的物质感啊开始厌恶哈，下决心以后一定要找一个不图物质的，能好好过日子的女人结婚。所以后来呢他就认识了他前妻嘛，那个时候他31岁，前妻28岁哈，2人各个方面都很般配啊。前妻呢就是他所期待的那种女孩，不作不闹，脾气好，基本上没有开口跟他要过什么东西啊，都是他愿意给他花呢，他就高高兴兴的笑纳，他不给他花呢，他也不会跟他要的。那前妻呢是个高知家庭的女孩嘛，很有教养的姑娘啊，待人接物呢都有理有面的，嘴呢也甜，刚开始小日子过得挺温馨的。可是这个婚姻啊经过了3年的洗礼之后，小王啊在这段关系里呢似乎就开始越来越感觉自己处于高位了，逐渐的呢他就有些忘乎所以了，理所当然了，直到最后啊离婚，他才有一些醒悟哈。现在啊他再后悔也来不及了。结果呢他就跟我感慨嘛，他说男人最懂男人了，但凡一个男人他如果找到了一个不图他钱，心甘情愿为他付出的女生之后啊，他真的就开始作了一直要把这个女生作到了没了为止。但凡心地比较善良、有教养、心软、愿意顾全大局、愿意为了关系而牺牲那点自尊的，甚至吵了架也懂得退让的女生，那可真是难找了。但是反过来呢，我们看看男生他可能就会把这份忍让当成是软弱可欺，他就开始作开始各种幺蛾子。一个女人有大智慧，她才会给你台阶下，
才会愿意为了关系牺牲一点自己。如果女人懒得跟你计较，你还不知道好歹的话你真的别怪她狠心。这样的例子还少吗？我跟你说善良且坚定的女生狠起来，你连给她下跪的机会都没有了。但凡是家教比较好有修养层次比较高的男生基本心里都有点数的有脑子，会掌握分寸，他们能体会得到女生忍让和沉默背后的那些不高兴和那些委屈。所以说呢，男生的问题真的也不小的，对吗？一句你若优秀，蝴蝶自来这样的一个毒鸡汤，真的不知道害了多少人。当你真的变得优秀了，那个优秀的人就能够来到你的身边，被你的优秀吸引吗？现实却是不一定的从大的范围来说，一个男生如果变得很优秀，那么哪怕他是40岁了在婚恋市场他也是个香饽饽呀。有的是年轻漂亮的小姑娘趋之若鹜因为男生的择偶价值就是创造财富的价值所以他越有钱越有能力，那他就越有优势他就越好找。而如果一个女人你也很能挣钱，工作上也很优秀的话，那就不一定了。为什么呢？因为女生的择偶优势是你的生育年龄嘛，越年轻越好而你挣钱挣的多少跟男人又没有太大的关系的谈恋爱也好，结婚也罢，女生的钱永远都是自己自由支配的呀，愿意怎么花就怎么花，而男人的钱呢却要拿来养家糊口的呀。当我们一个女孩这么多年努力的读书，努力的工作吃了不少的苦经历了多少的辛酸事儿，等到现在我们也有房有车有事业了，那么的优秀你却找不到一个心仪的对象了。你还不如那些人家年轻的时候就摆烂了把恋爱娱乐放在第一位的，工作学习也不努力的女孩子，人家呢却早早的就找了个好对象人家也没有那么优秀，但是人家也有房子有车子了还有了个优秀的老公幸福的家庭。想到这儿你来不来气嘛？你想想自己，把大好的青春用在了变得更优秀上追逐成功，在恋爱的年纪里呢，却在努力的奔波。现在呢，一把年纪了，你想得到那份期盼的爱情，真的已经太晚了。最后看一看，人生都已经过半了。所以，如果我们只从婚恋的角度来讲的话，对于一个女孩子，你优不优秀，蝴蝶都不一定来；而你年轻漂亮，那蝴蝶一定会来。真的是这样的，对吗？一个人的条件就能让你很幸福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呀。93年的一个女生看了一个又一个男生的资料挑来选去的都不太满意。他不是太高了呢，就是人太瘦了不是工作不好呢，就是收入不够，不是房子太小呢，就是负担太重了，不是没眼缘就是没感觉。总之呢，没有任何一项短板他是能接受的。我就很纳闷了我就问他，难道所有的条件都满足你了你就能幸福了吗，姑娘？这个时候他才抬起头来，很茫然地说，我其实也不知道该怎么选才对所以呢，我只能从这些外在条件上来做一些判断。那我就跟他说一个女人，你找什么样的男人结婚才是对的呢？才能得到幸福呢？其实不是他的长相决定的，对不对？也不是他的财富决定的，对不对？能决定你婚姻是否幸福的，一定是他这个人有没有责任心，是不是个有担当的人，人品好不好，事业心强不强，对你怎么样他的家庭观念如何，他的原生家庭是否和睦幸福，在你需要他陪伴的时候，他能不能在你身边，在你出现问题的时候，他能不能帮你解决，在你情绪不稳定的时候，他能不能安慰你，在你生病的时候，他能不能照顾你呢？在你失败的时候，他是不是能够支持你，理解你？还有一点是最重要的，他的人品是否对你们的婚姻有忠诚度，他的教养能不能撑得起你们的生活中所有的摩擦？他是不是一个懂得去解决问题的人？一个能让你温柔的人一定给了你极大的爱；一个能让你沉默的人呢，一定给了你极大的伤害；一个能让你暴走的人一定让你受尽了委屈。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一个好的人生伴侣，他真的是可以减轻你人生当中一大半的危机。容颜是会衰老的财富呢也不是永恒的，只有一个人的本身他才能够真正带给你幸福。你要记住一句话，
宁可不嫁啊，也不要错嫁，宁可晚嫁也不可乱嫁，因为嫁错人啊，比你不嫁人啊还要可怕。反正信不信由你啊，你现在知不知道该怎么选了呢？你为什么一直都是单身嘛？都说哈，男的大龄单身一般都是因为他穷，而女人呢大龄单身啊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啊你们一直都认为自己是对的。有一个87年的女生哈，她跟我吐槽她这几年的相亲经历嘛，真的也是没谁了啊。她说呢，这几年她相了不下几十个男生了，要么呢就是人选不合适啊，我看不上他，他也看不上我啊，还有呢，有的人还给他介绍离异带娃的，他觉得呀，一结婚就有个娃了哈，这也太离谱了。要不呢，就是相处方式啊很另类，根本接受不了。总之呢，没有什么正常人啊。我让他举几个例子给我啊，我给他分析分析。结果他说呢，比如说有一次哈，有一个男生呢，第一次见面啊，都已经走到跟前了哈，还拿着个手机各种在那儿对比哈。最后呢，我都已经把他认出来了，他还没把我认出来。然后人家还来了一句，哎，你这个照片是 P 过的吧？都没敢跟你打招呼啊，我怕叫错人了哈。我这一听啊，这话真的是多让人下头啊。还有一次啊，有一个男生出来见面连杯奶茶都舍不得买呀，还别说请我吃饭了，就让我直接去公园里找他。见到人了之后他呢就带着我在公园里快走了好多圈儿。他说呢，这是顺便锻炼个身体。哎呀，我当时就在想你这是到公园锻炼身体，顺便相个亲吧？哼，当时我还穿了一个几厘米的小高跟鞋我就连走带跑的跟他走了好几圈气喘吁吁的呀，顺带着聊了一下彼此的情况。你说这情景是不是跟周星驰的电影情节都差不多了呀？当时没把我给累死了。回家发现脚都肿了。后来呢，还有一位接触了一段时间之后嘛，我就觉得不太合适也不太喜欢我就说我们不接触了吧。结果呢，没有过2天这个男的就把这2个月所有的花销都记在账上了让我跟他 AA 分账。还有他送我的礼物一并要还给他。我当时真的有点气都不打一处来了，这还算不算个男人呢有没有点气度难怪他脱不了单呢，找不到女朋友呢，这不是活该单身吗？那我就问他了那你知道为什么自己也单到了现在吗？你找过自己的问题吗？我就跟他说其实这几个男生的表现也并不奇葩，你不觉得你自己也有些问题吗？首先你说你把你那个照片都 P 成那样了，人家认不出来了，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儿吗？这个其实是你自己的问题，不是吗？因为他是个直男嘛，所以自然就脱口而出了嘛。其实这样的男生他也没有什么心眼人应该是不错的，就这一句话你都不会选他了，对吧？第二个男生呢，之所以他很随意的跟你去见面是有他的问题，但是你也应该事先问好，到底是到哪儿约会具体咱们是什么形式等等嘛。你都30多岁的人了如果你知道是去公园，你为啥要穿个高跟鞋呢？这个你也不能全怪对方的，对吗？这个基本常识嘛，好不好？第三个男生呢，我觉得虽然他有点过激了，但是也不是不能理解的。我们要想一想一个30多岁的男人应该没少相亲的，他们男人这个恋爱成本确实挺高的。现在最后他越往后相亲他越不想花了，不成的话大笔的钱他肯定是要想要回来的呀，他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对吧？所以呢也是能理解的。但是你的问题就是你都理解不了他们这些人为什么会这么做。咱们真的还是要多从自己身上找找问题的，大家说对吗？